俄罗斯炮灰速成班已开课，无需作战经验，无需俄语，最低5天包毕业，还能分配工作。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但这是俄罗斯军队真在干的事儿。俄军新兵揭露了动员内幕：训练5天，等轮换5天，然后就进了战壕，中间连像样的枪都没摸手。这不是某个倒霉蛋的个例，而是一整套炮灰速成流水线。把这样的人送上战场，无异于送他们去死。俄罗斯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背后到底蕴含怎样的计划？如果要问俄罗斯的指挥官如何快速将招来的新人训练成扛住炮火的士兵，你收到的答案可能是什么？还要花心思训练？不可能！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你以为训练至少有射击、战术、协同，那你想的是另一支军队。乌克兰军事专家斯涅西廖夫了解过俄军现在的突击队构成，核心是2种人：囚犯和从顿巴斯被强占征来的老百姓，年龄从18到65岁不等。共同特点是不经过战斗协调训练，直接扔进突击队，就是步兵和炮兵怎么配合，装甲车和无人机怎么协同，遇到伏击往哪儿撤，这些东西俄军现在的突击兵根本没人教，也没打算教。再说对新兵的训练时间，2023年俄国防部把囚犯兵的培训一刀砍到10天。至于合同兵，俄国防部白纸黑字写着得训满192个小时，折合24到25个工作日。但那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真上了流水线5天起步，包教包会。真学不会也没事儿，直接上战场补课。一名士兵在接受莫斯科时报采访时称，他只接受了5天的训练便被派往前线。许多俄罗斯士兵的家长报告说，他们的儿子在被派往战斗前接受了1周的训练。最魔幻的是语言关，俄罗斯现在有不少外国兵，这些外国兵最要命的就是语言不通。俄罗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那就是不解决。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拉尔森采访了19名被俘外国兵，发现俄军连翻译都懒得配，那怎么训练？根据 United 24媒体的采访报道，一个名叫瓦达的伊拉克人被骗来俄罗斯打工，莫名其妙签了军合同。训练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教官说的全是俄语，只能重复别人说的，照着别人做的做。你可能会问，那俄军就没有正经训练的单位吗？有，还真有。塔斯社1月底发了条通告，说北方舰队无人机操作员要过3关：理论、模拟器、试飞。教官全是前线回来的老兵。消息报也跟着拍了段视频。布拉恩侦察分队的指挥官说，他们那儿得练1个月，不光打枪，还得学排雷、爆破、战术医疗。是不是听着还挺像回事儿？但得看明白了，这是给少部分人准备的。无人机手、侦察兵、格鲁乌特种兵，这些人是有用的工具，得好好教，得保养。剩下的大部分呢？那些被坑蒙拐骗进来的人，他们连枪都没摸手，就被定义成耗材了。耗材不需要说明书，俄罗斯把这套玩得明明白白。少数精锐战术迭代快到北约都忌惮，多数炮灰连靶子都当不明白就直接上膛。所以你问俄罗斯怎么训练士兵，答案是用最小的成本，走最简的流程，产出最快的耗材。正常军队训练跟着完全不一样。美国陆军这边，士兵要经历基础战斗训练10周，分红白蓝3阶段，结业演习实装反无人机实战科目。注意，这只是入门。美军新兵训练完这10周，还得要在部队待1年以上，才有可能看到战场边线。英国陆军的士兵则需要经历13周基础战术培训，之后在部队待满1年，才有资格摸到战场的边。法国2026年夏季将启动新志愿役，18到19岁青年先训练1个月基础，也就是武器操作和纪律，再在部队服役9个月，执行本土反恐任务。波兰更细，基础训练28天，但专业岗位要加时1个月，合计接近1年才能拿到上战场的资格。那正在打仗的乌克兰呢？乌克兰国防部在2025年7月之后执行了新规式，总训练时长51天，42天实操加理论，7天休息，2天行政手续。特种岗位还要再加14天适应性训练。这可不是纸上谈兵。从2026年2月10日起，乌克兰国防部要全面实施第5版训练大纲，在之前的训练规定上进行了改进。现在的要求是41个训练日，372个学时，包含心理韧性训练、克罗皮瓦作战软件操作，100米内宿舍标定，模拟实现第1战抗压测试，目标旨在将平民培养为可战斗的士兵，而不是送上战场等死的炮灰。372小时对192小时，51天对5天意味着什么？答案显而易见，俄罗斯不是简化，是直接废除了训练。把这样的士兵投入战场会收获怎样的结果，也不言而喻。为什么俄罗斯会有这样的军事训练？答案不是来不及训练，而是没必要训练。首先是制度原因，俄退役军事分析师康贝尔利克点破了那层窗户纸。
俄罗斯根本没有北约那样的士官体系，基层班长没有决策权，班长不需要懂战术协同，连长只是传声筒。这样的军队从来就不需要给大头兵灌注什么主观能动性，因为一旦底层士兵拥有决策权和专业判断力，军官的绝对权威就会动摇。其次是前线伤亡人数已经容不得俄罗斯继续花费时间进行训练了。2025年底，俄军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尴尬，越招募人数首次低于越伤亡人数，招的没死的多。康贝尔立刻算过一笔账，如果俄军严格执行哪怕1个月的完整训练，前线随时会缺员3万人以上。以俄军现在的伤亡速度，这3万人的缺口3个月都补不上。为了填补空缺，俄罗斯甚至要拓宽货源，囚犯、慢性病患者、被骗来的外国人、困在占领区的乌克兰人、边远地区最穷的少数民族，以前不招的、不能招的、不该上战场的，现在全拉进来。这批人的共同特征是便宜、听话、死了不可惜。所以俄罗斯现在压根儿不是在训练士兵，而是在填战壕。训练那得先有人活着站在靶场上。CNA 等分析机构直言，大量俄罗斯士兵被招募就是当炮灰的，那么训练他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既然只是填战壕的耗材，培训成本当然越低越好。而且就算俄罗斯愿意付出时间、物力、人力来训练，他们也要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谁来教？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分析师早在2022年就提出过问题：俄军系统突然涌入30万动员兵，拿什么人来训？谁来当教官？3年过去，答案更残酷了，能训人的人大多已经死在乌克兰了。因此，这套模式不是仓促应对，而是俄罗斯的精准适配。少数精锐快速迭代，速度到让北约都忌惮，多数炮灰连靶子都当不明白，就直接上膛。这就是俄罗斯的一系列系统设计。这套设计的结果是一整套完整的负循环。因为人死得太快，所以训练周期必须压到极限。因为训练等于没有，所以新兵扔进战壕之后，第1周死亡率极高。因为第1周就死了，下一批补充的人又要立刻顶上来，训练周期进一步压缩。所以说，我们再看开头的问题，这场仗俄罗斯还能怎么打？这就是答案。不把人当人，俄罗斯用4年时间亲手把战争开进了负循环。人越少，越要抓人，被抓来的越不经打，死得越快，人就越少，越要抓更多的人。那么这场仗还能打多久？大概是打到他再也找不到一个愿意被骗的人。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培训新兵的方法会不会改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